花开花落自有时，缘去缘来总有因。大家好，欢迎收听翠花的秘密。我摸了摸自己的肚子，眼里带着慈爱的神情。我怀孕了，这是和老公王军爱情的结晶。叮咚，门铃响了。我起身去将门打开，门口婆婆一身热汗站在门口，手上还拎着一个大大的蛇皮口袋。和以往的阴阳怪气不一样，今天的她格外热情。婆婆不喜欢我，从我们见她第一面我就知道，王军家里条件并不好，是农村人，父亲早早去世，留下一个母亲将他拉扯长大。若不是他自己有出息，怕是这辈子都走不出大山了。婆婆嫌弃我是城里娃，娇气，见我的第一面就让我去洗碗。若不是王军一直站在我这头，我们怕是早就分开了。前不久检查出怀了孩子，我爸妈抽不开身，王军这才提议让婆婆来伺候我。一进门就扶着我坐在沙发上，夏，你怀孕了，赶紧坐着。她笑眯眯地继续，我给我的大孙子买了西瓜，我去给你切。我笑着点头，心中松了一口气。看来怀了孩子，婆婆还真是变了。却没想到，她从厨房出来，自己手上拿着一块大西瓜，递给我一盘子西瓜籽，多吃点西瓜籽，多子多福。这胎可一定要生一个大孙子啊！我爸妈从小对我极好，从来没因为我是女孩就对我不好，相反格外疼爱我。我声音冰冷，不管是男孩还是女孩，都是我的孩子，我会好好把他们养大的。那可不行啊，你可得为我们家继承香火。说着，他抓起一大把西瓜籽朝我塞过来。我目光惊恐，往后退了一步，他却一把抓住我的手，多子多福，你多吃点，才能为我们王家开枝散叶。看着魔怔的婆婆，我深呼吸一口气，强迫自己冷静下来，一把将她推开，连忙掏出手机给王军打了电话。王军很快接通了电话。老婆，怎么了？我并没有说发生了什么事情，只是让她早点回来。这段日子，婆婆一直在旁边抱怨我不懂事，我只是坐在沙发上，将她的话当成耳旁风。没一会儿，房门被打开，王军从外面回来了。他刚到家，婆婆拉着他的手，声音激昂地告状：小军，你说你这儿媳妇一点都不懂事。她添油加醋把所有的事情说完，双手一拍大腿：我真是倒霉呀，这么远来伺候你们，还被儿媳妇嫌弃。我才冷冷地看着王军，这事你处理不好，我就回家。这话我说的格外有底气，毕竟王军是靠着我家的资助才有今天的。王军揉了揉太阳穴，一脸疲惫，而一旁的婆婆声音尖锐：闹什么闹，多生孩子是你的福气。我冷笑出声：这福气给你，你要不要？她还真当生孩子是在菜市场买菜，越多越好呢。感情生孩子的成本，她一个都没算。王军大喊一声：妈，您别说了。她哄着婆婆进了房间，不知道母子俩在房间说了什么，反正我不在乎。我和王军从校园走到结婚，他当初只不过是个穷小子，能在大城市站稳脚，也是我爸妈在背后帮忙。我根本不害怕他会背叛我。果然没一会儿，他就从房间出来，走到我身边哄我：老婆，你别生气了，我已经和妈说过了，她不会再做这样的事情了。我冷哼一声：我都说了找个保姆来。他把我搂在怀里，谁也没有自己亲妈仔细。老婆，这一次对不起，我本来挺生气的。在他花言巧语中，怒气也渐渐消散。我以为这事儿就到此为止了，可是一切只是我以为罢了。等第二天王军去上班了，因为怀着孩子，让我一晚上都特别难受，根本没有休息好。
第二天起床的时候就已经中午了。婆婆一看到我就开始阴阳怪气，睡到这个时候才起来。我儿子真是倒大霉了。以前我们怀着孩子，生产的前一天都还要去田里干活。我也不是那么好脾气的人，直接出声开队，那是你命不好，跟我有什么关系？见说不过我，他转身离开。我一整天都没有吃饭，本来是让他来照顾我的，可是偏偏我没看到他人。白天我只能自己在家里点外卖，一直到王军晚上下班快回来了，他才急匆匆从外面回来。做饭的气味让我恶心，看了他一眼，转身从屋子里面离开。等我再一次回来，王军已经到家了。看到我，他连忙走过来：“夏夏，你去哪儿了？知不知道你差点吓死我了？”我声音淡淡的：“出去散散步。”这会儿婆婆也已经把饭给做好了。行了，饭已经做好了，赶紧来吃饭吧。王军扶着我到了餐桌那边，看着油腻的鸡汤，我忍不住冲到厕所那边干呕。等我再一次返回来，母子俩坐在椅子上动都没动。见我回来，王军连忙站起身来：“夏夏，这是妈给你熬的鸡汤，你怀孕了，得喝点汤补补。”闻到鸡汤的味道，我恶心的感觉再一次直冲天灵盖，浑身虚弱的像是被抽干了力气。我走过去，离那碗鸡汤远远的，但是婆婆压根就没想放过我。她冷嘲热讽：“小军，你这媳妇是什么意思？嫌弃我老婆子？我炖了2个小时的鸡汤，她不感谢我就算了，这副表情是我欠她的吗？”我浑身的力气已经被抽干净了，连对回去的力气都没了。王军走到我身边，轻拍我的肩膀，语气速度透露着不容置疑：“这是妈专门给你熬的鸡汤，多少喝点。”我不想喝，我直接反抗。婆婆不乐意了，她把筷子往桌上一摔：“小军，我可是你亲妈，你媳妇不喝我的汤，我的脸往哪儿搁呀？”我不愿意跟他争辩，转身就准备离开。他一把抓住我的胳膊：“你坐下来喝汤。”我深呼吸一口气，转身看向王军：“我已经说了，我不想喝。”王军脸上露出为难的神情：“老婆，这是妈的良苦用心，你多少喝点。”我已经筋疲力尽，不想再跟他们说话，一把甩开婆婆的手，朝着房间走进去。婆婆尖锐的声音传来，无疑在说我娇气，说我宁愿吃外卖，也不吃她做的饭，不尊重她这个婆婆。我躺在床上，远离了饭味，身体的难受这才舒服一些。我以为王军会进来哄我，可是没想到，他一直到晚上睡觉才进房间来。我坐起身来，声音冰冷：“你没什么想跟我说的吗？”他脸上露出疲惫的神情：“老婆，今天的事情是你小题大做了，妈也是关心你的身体，她专门做了一天，你一点面子都不给，她伤心也是很正常的。我在外工作1天了，我希望你能理解我，处理好和我妈的关系。”听到他这些话，我的心颤抖了一下，盯着他去卫生间的目光透露着失望。我没想到他居然会站在他妈那头对我说这种话，张嘴想要反驳，可是他却一副不想搭理我的架势，转身朝着卫生间走进去。自从鸡汤的事情过去后，王军在家里显然没有从前维护我，经常还会指责我娇生惯养。婆婆也越发变本加厉，白天她没在家里的时候，婆婆连人影都没看到，我只能点外卖。晚上她回来，婆婆就会做一堆丰盛的晚饭，装作每天都在伺候我的样子。我却因为闻不了油烟味，越来越瘦。这天我刚起床，看了一眼手机，外面38°C的气温，我皱了皱眉头，起身走到客厅。可是我找了一大圈，都没找到空调遥控板。我冷着一张脸，
看着喜滋滋从外面回来的婆婆，空调遥控板呢？我直接找她要。我记得我昨天晚上就将遥控板放在沙发上，今天找不到，只有可能是她动了手脚。婆婆理所当然。我收起来了，我紧紧握住拳头，青筋暴起。今天38°C，你把遥控板收起来。你到底想干什么？婆婆耸了耸肩。你现在怀孕了，在艰苦的环境中长大，更能锻炼孩子吃苦的能力。当初我们家小军也是吃苦长大，现在能力才这么强。要我说呀，现在的孩子都是太娇气了。我不想跟他啰嗦，掏出手机就准备智能控制空调打开。这么热的天不吹空调，我肚子里面的孩子出事怎么办？刚把手机掏出来，他就一把夺了过去。你的手机我也收起来了，现在的辐射太强了，我这是不让我的大孙子受到辐射。我一下子被气笑了，死死地盯着他，把手机还给我。婆婆瞪圆了眼睛，气势汹汹地指责我：你现在既然嫁进了我们王家，就是我们王家的人，我让你做什么，你就要做什么。我懒得搭理他，他继续喋喋不休，还真以为怀了孩子就不甚了了。你只不过是怀了个孩子，又不是坏了个神仙。我要是想把你赶出去，小军还能不听我这亲妈的？你不过就是一个外人。我懒得搭理他，径直走进厨房，拿起一把菜刀就走了出来。我一把把刀抵在他脖子上，把手机还给我。婆婆吓傻了，她一屁股坐在地上。你想干什么？我不屑地哼了一声，把刀扔在他脚边。我告诉你，我可不是被人欺负的性子，赶紧把手机还给我。哐当一声，他刚刚拿走的手机摔在地上。我勾唇一笑，从地上将手机捡起来，转身出去的时候，他在背后大吼：我告诉你，等小军回来了，我不会放过你的。晚上，我刚回到家，王军走过来抓住我的手，不赞成地看着我：老婆，你今天和妈发生的事情我都知道了。一旁的婆婆坐在地上，拍着自己的大腿，哭着说：我只是为了你和孩子好啊，你怎么就不明白呢？老公叹了口气也劝我妈这也是为你好啊，你能不能体谅体谅她？这一刻，我是真的心累了，拖着浑身的疲惫，我回到了书房。半个小时后，看着电脑里密密麻麻的字，我恍惚了。您确定要离婚吗？电话那头的律师发出疑问，我脑子只觉得嗡嗡的。所有的事情如同播放电影一样，在我脑海里面拉扯。我想起来王军对我所有的好，也想起来这段日子发生的事情，浑身冒着冷汗，力气仿佛被抽干净了，最后一丝意识。我拨打了救护车，再一次醒来，是在医院里面。医生面无表情地叮嘱我：你肚子里面已经有孩子了，压力不要太大。我精神恍惚，摸上了自己的肚子。我去楼下买饭。王军不可置信地看着面前亲密的两人。王军转过身，他怀里的女人很是陌生，他脸上透露着慌张，努力保持着镇定。老婆，你怎么突然下来了？我就这样看着他。他是谁？他拉着我的手，他就是个陌生人。我看他摔倒了，扶他起来，没想到这样巧合，他若无其事地将我搂在怀里，闻着身上陌生的香水味，我只觉得一阵反胃，带着我重新回到病房。他接了个电话，急匆匆离开。老婆，公司有要紧事要处理，我得去一趟。没想到才过去10分钟，病房就来了不速之客，是刚刚那个女人张美华。我冷着一张脸：你是谁？姐姐，我好可怜你呀，一直被你老公欺骗。我本来已经相信了王军的说辞，他对我极好，我也是愿意相信他的。我面无表情地盯着他：你什么意思？他嗤笑出声：姐姐，你不会真的这么傻？
那种谎话都会相信吧？我心里咯噔一声，张嘴，我相信我老公。嘴上虽然这样说，但是我手底下紧紧抓住床单，我的心慌慌的。张美华轻笑一声，眼里的得意都快要溢出来。我是你老公的初恋。我脑子轰的一声，我不会相信你的。我走过去，扯着他的手，滚！你赶紧给我滚！我不知道自己是相信这话还是没有相信。王军不会背叛我，我心里很清楚。可是这个女人脸上的表情不像是装出来的。身后一阵大力，我摔在地上。张美华眼神恶毒，转身离开，捂着自己的肚子，疼痛感席卷浑身，鲜血从我身上流下来。我强忍住疼痛，拨通了王军的电话。在我失去意识的前一秒，电话接通了。离婚吧。随后直接就失去了意识。等我睁开眼睛的时候，王军坐在我身边，一看到我醒过来，他特别惊喜：“老婆，你醒了，你有没有哪里不舒服？”我没有说话，只是摸着自己的肚子。我的孩子，最终妈妈还是没有保护好你。他也注意到了我的动作，连忙出声安慰我：“老婆，孩子以后我们还会再有的。”我强忍住眼里的酸涩，没有搭理他，直接挥手把他的手打落。离婚吧。他皱着眉头看着我，本来还想说什么，我掏出手机，将早就已经编辑好的文件发给他。他脸色难看地看了我一眼：“老婆，不过是一个孩子嘛，以后我们还会有的。”他恶心的话让我觉得浑身发凉，差点快吐出来了。我可以给你一个机会。他这才松了一口气，因为他知道我是爱他的，怎么可能会抽身离开呢？你告诉我，你和张美华是什么关系？他说他是你的初恋，你告诉我，你们到底是什么关系？我盯着他，头发散乱，歇斯底里。王军的脸色格外的看，声音里面带着浓郁的愤怒：“老婆，是不是他跟你说了什么？你相信我，我跟他真的没什么呀。”我不屑地看着他，语气里面满满的讽刺。听着他的话，我的心彻底的破碎了。这一切都是真的。若是张美华不是他的初恋，他一定会很生气。瞧瞧这副反应，分明就是两人有奸情。如果不是王军对我真心实意，我怎么可能愿意嫁给他？可是没想到，这一切都是假的，都是他计划好的。我闭上眼睛，声音透露着浓浓的悲伤：“离婚吧，这是我唯一能想到的办法。我无法容忍自己的感情被其他的人插足。”他愣了一下，然后摇着头拒绝：“你疯了吗？你忘记了我们之间的约定吗？”原来他还记得我们的约定啊！当初可是说好了，不管怎样也不能背叛对方，不能离婚的。我就这样直勾勾地盯着他。他似乎是有些心虚，看着我的目光躲闪。“你不要闹了，都已经这么大的年纪了，离了我哪个男人还会要你？”我会和张美华断了关系，我们好好过日子，不要再说这些让人不开心的话了。原来这才是他的心里话。他觉得我年纪大了，离开了他，再也找不到更好的了。我心力交瘁，头一次发现和王军沟通如此困难。离婚协议书我已经发给你了，到时候我会让律师打印出来，签字之后交给你。不想再啰嗦，我直接留下这句话，苍白着脸从病房离开。回到家里之后，我把自己所有的东西都收好了，转身离开之时，我看着面前所有熟悉的布置，心软了几分。角角落落都是我和王军一块布置的。那个时候，我们只有温情，没有争吵，也没有第三者。不过这已经是过去式了，不想再继续在王军身上浪费时间，转身带着自己的东西离开。这段日子，王军一直给我打电话、发信息，他说最爱的人是我，永远不会离婚的。这让我实在是看不懂了。
早点和我离婚了，和他最爱的张美华在一起不好吗？据我调查，他跟我在一起的日子，从来没有和张美华分手，他一直将张美华养在外面。后来我们结婚了，他还在我们同一个小区给张美华买了房子。如果不是这一次婆婆来了，怕是我永远都不会知道王军的真面目。我回到家里，爸妈一早就在家门口等着我。一看到我，妈妈眼眶瞬间就红了，她把我搂在怀里：“孩子，你受委屈了。”爸爸也叹了一口气，拍了拍我的肩膀：“回来就好，回来就好。”我趴在妈妈怀里不停地哭，是我自己识人不清，才会落得今天这个下场。我在家里养了几个星期，却一直打不起精神。爸爸看不惯我这个样子，将我扔进公司历练。今天有一份合同要谈，价值几千万。在公司这段日子，我脑子里面和王军从前的回忆越来越模糊，我只知道自己的目标越来越明确。男人是不可靠的，我要好好搞事业。等我进到包间的时候，看着面前金贵的男人，恍惚了神。斐然是我的初恋，他看到我，微笑地走上来：“夏夏，没想到这么多年过去了，你还是没有变化。”我看着他的眼神复杂。我和他是青梅竹马，长大之后顺理成章在一块儿了。可是没想到，他却因为要出国留学，执意和我分手。那个时候，我哭着保证，我一定会等他回来的。再一次收到他的消息，他在国外谈了一个女朋友，准备带回来见见家长结婚。不过后来我选择性忽略了他的消息了，不知道他们后来到底怎么样了。和王军在一块之后，我才发现，我对他并不是爱情，只是依赖感和习惯罢了。看着斐然，我礼貌性微笑，伸出手：“斐总，您也没有任何变化，有这层关系在里面，合作自然顺利完成。”从包间里面出来，一杯水迎面泼在我身上，下一秒，婆婆从旁边跳出来：“你这个水性杨花的女人，和我儿子在一块儿还出轨别的男人！我今天一定要好好教训你，我今天就要让大家看清楚你的真面目。”原本是想反击的，但是我突然想到了一个合适的办法。我拉着斐然的手：“斐总，对不起，我不是故意的，我一定处理好家事，您不要撤资，您要是撤资了，公司就要倒闭了。”斐然也接收到了我的眼神，神情严肃，声音冰冷，毫不留情地转身离开。私生活混乱，你的公司等着倒闭吧。我在背后撕心裂肺的挽留，差点压不住嘴角的笑意。婆婆就是一个无知的乡下妇人罢了，能把王军培养长大，可能是她这辈子做的最厉害的一件事情。我转过身，愤怒地看着她：“我家里快要破产了，你现在开心了？”婆婆若有所思，她看着我的目光发狠：“都是你这个灾星！我儿子自从跟你在一起之后，倒霉透顶。要我说，都是你害的，生不下我们王家的孩子，也是你福薄，承担不起大富贵。他竟然还有脸怪我！”婆婆见我不说话，更加嚣张起来：“我告诉你，我会让我儿子和你离婚的，不会让你拖累我儿子的。”我嗤笑一声，告诉你，前几天是你儿子不愿意离婚的，现在他想离婚，我也不会和他离婚了，他就等着跟我一起承担千万负债吧。我冷冷地看了他一眼，拿着自己的东西转身离开，接下来就看看婆婆怎么发挥了。不过我相信她不会让我失望的。果不其然，第二天王军就来了，他还没有说话，我着急地抓着他的手：“王军，你还有没有钱？借给我一点行不行？”他皱着眉头开口询问：“你借钱干什么？”我眼里闪过心虚，但是很快就压下去了。是这样的，我贷款了一点钱，你放心，就是小钱。我们家现金流出了一点问题，
你的公司现在经营不是挺好的吗？当初是我爸借给你的钱，现在你借点给我好不好？”我就这样看着他，他怀疑的目光在我身上来回扫视。王军很聪明，我知道他肯定不会轻易的相信。时间到了，办公室的门被人破开，所有的员工站在我面前。老板，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我上个月的工资还没有发。对呀，我也是，我还得养家糊口呢。这不发工资，我们怎么办？老板，自从你接手了公司，就一直没有发工资了，你得给我们一个交代呀。周围的人叽叽喳喳，我只能过去安抚他们。你们再给我几天的时间，我一定会给你们发工资的，不要担心。把人从办公室轰走之后，我筋疲力尽地坐在办公椅上，看着王军的目光带着哀求：“你还有多少钱？拿给我应急吧。”他深呼吸一口气，从口袋里面掏出一张银行卡：“这是我全部的钱，都给你。”然后他马不停蹄就从办公室离开了，狼狈的模样仿佛是有鬼在背后追他一样。我并没有说话，看着面前这张熟悉的卡，这是我的副卡。他把我的副卡甩到我面前，真是讽刺。当年是我看错人了。我不着急，王军可没有这么好骗，肯定是找人核实去了。果不其然，在3个小时后，王军给我发来了电话。我给身旁的秘书使了个眼色，下一秒接通电话，秘书把杯子砸在地上，非常生气：“老板，我早就已经和你说过了，那个项目不能投，现在公司怎么办？”我皱着眉头：“我也跟你说了，一定会回本的，最多2个月。我朋友肯定不会骗我的。况且你只不过是个助理，有什么资格在我面前说这些话？”我装作才看到手机被接通，小心翼翼地开口：“老公，你什么都没有听到是不是？”秘书再一次把准备好的道具砸在地上，转身离去：“明天早上9点去办离婚吧。”说完这句话，他下一秒就把电话给挂了。我看着手机，勾唇笑了出来。所有的一切不过是我演的一场戏罢了。我也知道王军在我公司有安插的眼线，今天这场戏就是演给他和他的眼线看的。前台辞职的消息在刚刚我也已经收到了。王军也真是没用，当初我给了他那么多次机会，他居然只能在公司里面安插进来一个前台。我没有去民政局，而是让我的助理起诉他。想必这会儿他已经收到了法院的传单。手机接通，对面气急败坏的声音响起：“夏夏，你到底想干什么？我都已经答应离婚了，你还要起诉我？”我故意装作伤心的模样：“我想让你借给我钱，可是你对我实在是太狠心了。”挂断电话，我就让助理去准备王军出轨的证据。他将我当成傻子，和张美华的事情从来没想过隐瞒。助理将所有的证据放在我面前的时候，我整个人倒吸一口凉气。王军不仅把我当成傻子，还把我当成冤大头。张美华名下的账户已经赚了好几百万进去了，看来他也一直在留着后手。开庭时间很快就到了，我穿着一身火红色的裙子，脚踩一双高跟鞋，走到他面前。他看着我的目光透露着痴迷：“夏夏，你为什么要如此绝情？明明是他做出这些恶心的事情，还装作一往情深的模样。”我差点将早上的饭给吐出来，不搭理他，转身进去了。毫不意外，这场官司我轻而易举就赢了。结束后，王军咬牙切齿走到我面前：“我没想到你是这样蛇蝎心肠的女人，难怪你公司破产，都是你活该的。”我心情大好，他净身出户，名下3处房产都是我的了。但是还不够，我要让他把吃下去的统统都还回来。等我回到公司的时候，
直接把手机上的所有东西上传到网上了。我从来不是被别人欺负的人，两人做出这样的事情，那就要承担我的报复。渣男小三的爱情故事很快就上了热搜。我看了一下评论，全部都是骂他们的，甚至是张美华的平台账号都搜了出来。她的账号发的全部都是和某人的恋爱日常，因此还收获了一些小小的流量。这会儿直接就爆火了。他喜欢流量，那我就送他一点儿。这几天我看热闹倒是看得特别爽，网友们太会骂人了，都骂到我心坎里面了。这段日子想必他们也不会太好过，两人轮番给我打电话，我都没有接，一直到3天后我才接了电话，不理会对面的暴跳如雷，我只淡淡的说了一句：半个小时后咖啡店见。半个小时后，看着面前楚楚可怜的张美华，还有脸色阴沉的王军，我淡定地喝了一口面前的咖啡。过了好一会，张美华才柔柔弱弱地开了口，声音里面满满的都是委屈：姐姐，你把视频还有录音都删了吧。我轻笑一声，慵懒地靠在沙发上。我可不是你姐姐，别乱认亲戚。一旁的王军皱着眉头，终于开口说话了：夏夏，咱们毕竟夫妻一场，你做得太过分了。我态度随意，如果是以前，我肯定会在意夫妻情面，但是他都能够做出这样的事情，我不可能在乎一些了。王军深呼吸一口气：你想怎么样？我想都没想，直接开口：张美华名下有300万，是你转给她的，这是夫妻共同财产。王军想都没想，便一口回绝：不可能。我点点头：可以，反正受伤的人也不是我，我还有更多证据，你们要不要试试？听说王总的公司马上就要上市了，若是这事越闹越大，王总，我话只说了一半，据我对他的了解，他一定会妥协的，毕竟公司和300万哪个更重要，谁都知道。果然，半个小时后，看着面前的合同，他神情厌恶地盯着我，把东西删了。我直接发给了他一份文件，他随意瞟了一眼，便目露不屑，嗤了一声：挑拨离间，我不会相信的。我轻笑了一声：随便你喽，得到想要的。我站起身来就离开了。这里面所有的证据全部都是真的，张美华可不止他这一个男人，难怪两人走到一块儿了，不是一家人，不进一家门。张美华在外面还有好几个男人，王军根本不知道。可是我没想到，王军居然这么狠心，他直接在网上发表了澄清言论，说他和张美华压根没有任何关系，说所有的一切，他的社交平台全是他自己杜撰出来的。为了把自己摘出来，张美华直接被他放弃了。张美华可不是一般人，两人直接在社交平台上撕了起来。这件事情越闹越大，最后的结果自然是两败俱伤。渣男贱女，一个好色，一个贪财，都不是好东西。我并没有停止复仇的脚步，我要为我自己报仇，为我肚子里面的那个孩子报仇。因为和张美华在网上互撕，他的所有事情都被抖出来了。公司上市是不可能的，我让人诱导他签下几百万的合同，这是现阶段他最快能够翻身的项目，哪怕风险很大，但是我相信他绝对不会放过的。投资失败了，公司破产倒闭，宣布破产的那天，我专门去看了他，身上的衣服皱巴巴的，眼下是浓浓的黑眼圈，一看就没有休息好，和从前光鲜亮丽的阳光校草判若两人。他朝着我这边看过来，瞳孔一缩，很明显他也看到了我。我朝他招招手，王军满脸怒气地朝着我走过来，紧紧握住拳头，声音沙哑：这一切都是你给我下的圈套。我笑得肆意，
王总，在商场上不要相信任何人，这是我给你上的第一课。他脸上的表情瞬间凝固。王军看着我，扑过来抓住我的手，像是抓住了救命稻草一样，祈求地看着我：夏夏，一日夫妻百日恩，你救救我好不好？我知道你还喜欢我，我们复婚好不好？以后我一定会对你好好的。我一脸无所谓，耸了耸肩。你跪下来，学狗叫，说不定我可以考虑一下。王军的身体颤抖了一下，脸色瞬间变得苍白。夏夏，我嘴角挂着一丝笑容，机会只有一次，你不想要我就走了。说完，我毫不犹豫转身离开。王军直接跪下来，脸上带着屈辱的神情。汪汪汪！我哈哈大笑，心情大好。在他期待的目光中摇摇头，我只是说考虑一下。我考虑好了，我不愿意帮你。他瞬间整个人都不好了，浑身的力气仿佛被抽干，瘫坐在地上。我看着他的狼狈样子，心里非常痛快。我就是看不惯他那副高高在上的样子，明明是个小白脸，吃软饭的，还软饭硬吃，觉得所有都是我的问题。我让我一直质疑自己，现在也让他尝尝痛苦的滋味，从里面出来。我深呼吸一口气，以后这些事情再也跟我没有关系了。日子一天又一天的流逝，我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工作上了。那天正是我下班的路上，一辆车横冲直撞地朝着我撞过来，周围的人群尖叫一声，纷纷散开。我整个人直接就吓傻了，一直到路人把我拉开，那辆车装在保险杠上，直接被碰撞变形了。我整个人都吓懵了，好半天之后回过神来，立刻就跑过去看情况。这边发生车祸，引起不少围观人群。刚走过去，张美华从车上下来，她脑袋上破了特别大的一个窟窿，鲜血顺着她脸颊流下来。她捂住自己的伤口，一只手指着我，恶狠狠地盯着我：我不会放过你的。下一秒直接晕了过去。上天保佑，她没有死，不然就让她这么轻轻松松死了，我可一点儿也不觉得解气。最后，张美华以故意伤人罪被判有期徒刑。被关进去的那一天，一看到我，他格外激动：你这个毒妇，是你，都是你害了我。我嗤笑一声：我害了你？你自己当小三，破坏别人的家庭，知三当三。王军有错，你没错，是你自己贪心罢了。哪怕已经到现在了，他依旧没有反省自己，还觉得是我的错，是我破坏了他的未来，理所当然的样子，根本没有意识到自己错在什么地方。一个小三罢了，得依靠男人才能活着的废物。我解开了心结，也不想在这儿浪费时间了。张美华要为自己的所作所为付出代价，以后她就在里面好好享受自己完美的生活吧，而我也要开始自己新的人生。后来我打听到，王军欠了几百万的日子不好过，每天催债的人无数。他将自己妈妈的棺材本偷走离开了。王军的妈在知道王军离开的那天晕了过去，在醒过来的时候疯疯癫癫的，被送到了精神病院。所有伤害我的人都得到了应有的结果。以后我会好好生活，让自己变得更加优秀。这期间，斐然和我告白了，不过我拒绝了。我想我应该不想再要爱情了。我一个人，有钱有闲，很自由。正巧今天有空，看着手上的消息，我勾唇一笑。我去了王军他妈的精神病院。自从出了那件事情后，他妈就得了精神病。我走到病房里面，他呆愣愣地看着角落，什么反应都没有。我走到他身边，勾唇一笑：我有个好消息分享给你，你儿子染上毒瘾了，把你的棺材本给赔干净了，现在在澳门被打断了双腿，卖去境外了。开心不开心？
啧，真是可惜呢，不知道列祖列宗晚上会不会来责怪你。他还是没有一丁点儿反应，我只是勾唇一笑，转身去给他交了10年精神病院的钱。他没有精神病，我一眼就看出来了。不过待上10年，可就说不准了。如果他还能活10年的话，不过这一切都跟我没有关系了。哪怕提起我，大家也只会觉得我这个前儿媳妇善良，都离婚了还帮婆婆交钱。我从精神病院出来，感受到一道炙热的目光，和婆婆的目光正好对上，冲她挑了挑眉头，转身离开。我会有更好的未来，这些人牵制不了我前进的步伐。至于王军，就在缅甸好好的过他的下半辈子吧。他的记忆也会随着时间的长河，慢慢的在我生命中消失。下面我们来听第2个故事。吃饭的时候，男朋友突然告诉我，婚后要把瘫痪的母亲接来同住。我直接掀翻桌子，又甩他一巴掌：不孝子啊你！你妈都瘫几年了，现在才想到接？那是你妈，孝顺她是你该做的事，用得着跟我商量？接，现在就接！我摩拳擦掌，重活一世，我再也不要当窝囊废了。欣欣，我是这么想的，等咱们结婚后，就把爸妈接过来住，你看怎么样？听到耳畔的声音，我一愣，忍不住看向说话的人。张浩还是20出头的样子，而我的手依旧光洁细嫩。很快我便意识到一件事，我重生了。见我不说话，张浩继续开口：你也知道，我妈瘫痪这么多年，一直都是我爸照顾。等过2年，我们买了房，就把他们接过来。他一个人照顾我妈不容易，如果接来了，大家能互相照应，实在不行再请个保姆帮忙。我的确重生了，重生在了我和张浩还没结婚前，重生到一切都还来得及的时候。反应过来的我直接掀翻桌子，又甩他一巴掌：不孝子啊你！你妈都瘫几年了，现在才想到接？那是你妈，孝顺她是你该做的事，用得着跟我商量？哪里还需要等过2年？接，现在就接！上辈子张浩提起这件事的时候，我内心十分纠结，知道他爸妈不容易，可我们也不容易，尤其是想到婚后我们需要负担房贷、生活费以及生儿育女的费用，于是随口说了句：到时候再看吧，这不还有2年吗？谁知张浩当即黑了脸，开始发脾气：我看你就是不想接，口口声声说爱我，都是假象。准公公也在这时候唉声叹气：都怪我们，成了你们的累赘。那时候我们正在热恋期，我被所谓的爱情冲昏头脑，赶紧解释：叔叔，张浩，不是这样的，我只是觉得未来或许还有什么变数，算了，我都听你的。没想到一次妥协换来了次次妥协。2年后我们结了婚，也买了房，很快又有了孩子。原计划请保姆照顾公婆以及孩子，可是斟酌一番，发现开支费用极大，无可奈何下，一家人一致决定由我辞职带孩子，帮忙照顾婆婆。刚开始照顾婆婆和孩子，还会有公公和张浩搭手。每2个月，张浩以公司加班为理由，全部交给我负责。公公说他年纪大，又照顾了那么多年，腰不好。我辛辛苦苦照顾孩子，伺候公婆，最终却落得个积劳成疾、不得好死的下场。见我掀桌子，还甩了他一巴掌。张浩脸上肉眼可见地浮现出一丝愤怒，但听到我后面的话，他搓了搓被我抽得红肿起来的脸，笑着开口：我还当你不同意呢，你真愿意让我现在就接过来？我再次肯定。那当然。准公公松了口气，立马蹲下来收拾地上的汤汤水水，感慨起来：我跟你阿姨也老早想搬过来跟你们一起住，一家人在一起热热闹闹的多好。
欣欣，有你这话，我们就放心了。上辈子我太过愚蠢，一心只想着他们的不如意，觉得日子虽然会苦一些，可咬咬牙也能挺过去，哪里会想到不容易也不该让我承担。直到死的那一天，我才知道，原来大年30提起这事，就是为了探底线。我一味的妥协，只会换来更加没有底线的欺压。把公婆接过来，更是他的孝心外包之举。还好这一次，我俩还没结婚，一切都来得及。准公公收拾完碗筷，我已经在手机上看房了。张浩乐得坐在我身边帮忙挑选，见我专挑整租，全都是30一厅起步，他立马有些不乐意。欣欣，30的是不是有些大了？我头也没回，继续在手机上扒拉。大吗？不大呀。你看呐，咱俩一间，叔叔阿姨一间，另外一间留给保姆，这还不带婴儿房。以后买房，咱们最低也得按这种标准来。上辈子看不透，这辈子我早就知道他们打的如意算盘。我们还没结婚，房子也没买，至于租房这些花销，完全可以甩手。至少等他忍不住想跟我一拍两散，也不会有太多经济纠纷。他还是一脸为难，不是说以后再请保姆吗？现在就请，咱们经济也跟不上。我劈头盖脸问一句，以后就跟得上了。别忘了结婚后咱们俩还要养孩子，恐怕经济更困难。再说了，你勒紧裤腰带，从牙缝里省一省，也能出来些。房子租大一点，叔叔阿姨住得舒坦，身体也好得快，就这么定了。说话间，我已经挑好了一个3室1厅2卫，采光足，有电梯，房租1个月3800，租1年押金1个月。直接点了拨通号码，电话接通的一瞬间，我把手机凑到了张浩耳边。张浩拿了手机，不得不跟中介谈起来。看他越来越紧皱的眉头，我知道他们的好日子才刚刚开始。挂断电话，他把视线看向我。欣欣，刚刚跟中介简单的聊了一下，虽然把房租压到3500，可一次性付13个月房租，也要45500块了。看吧，一遇到钱的问题，本性就暴露了。可能我上辈子瞎了眼，没看出来这点，一味的心疼男人，殊不知心疼男人倒霉一辈子。此刻我眯着眼睛看他，并没有着急发表意见，而是一脸懵懂地看着他问：45500块怎么了？他尴尬地笑了笑。我意思是，会不会有点太多了？你也知道我的工资。我知道他想打什么主意，立马反问：1个月3500，总共也就45500块，你该不会连这点钱都舍不得花吧？那可是你爸妈。张浩，我怎么没想到你是这种人？你爸妈把你拉扯这么大，容易吗？他们。我举起手，又是一巴掌打在他后脑勺上。上辈子我犹豫，他就开始道德绑架，这辈子我要让他好好尝尝被道德绑架的滋味。你现在工作稳定，有能力把他们接过来，你这么努力工作，难道不就是为了好好孝敬他们？果然，我的一番话立马让张浩哑口无言。他揉揉被我打疼的后脑勺，再次笑笑：欣欣，你也知道，咱们租房子要花这么多钱，我的那些是打算咱们买房子。你看你这边。我赶紧说，我也没有，你知道我工资没有你高，而且一部分还寄回家了。要不这样，我搬到朋友那里跟他住一起，这样还能减少不必要的花销。看样子他心动了，试探地问了句：这样不太好吧？你朋友会不会介意？我求之不得，当即表示不会呀，他早就问过我，要不要搬过去跟他一起住。远是远了点，条件也不太好，但离我公司近，房租还便宜。我年轻，吃点苦没什么，
可别苦了叔叔阿姨。我深知他大男子主义，明明想占尽便宜，偏偏不想表现出来，所以才把自己没钱摆在明面上。但我现在就想和他划清界限。好在没多久，中介已经约他出去看房了。我借口留下来照看阿姨，他带着爸爸出去看房。两人前脚刚走，张妈妈便使唤我端茶倒水。等我把水端到她身边，张妈妈又借口自己腰酸背痛，要我给她捶背揉肩。看到这张脸，我又想到上辈子经历的一切。那时候我们的确住在了一起，说好的是大家互相帮衬，可到最后所有的重担都落在我头上。他体恤儿子上班辛苦，体恤老伴年纪大，等我一下班，屁股还没找上板凳，他就开始使唤我，不是端屎端尿，就是捏肩捏背擦身体。可即便这么做，也少不了他私底下一番冷嘲热讽。一次说漏嘴，我才明白，原来他嫌弃我也是农村出生，配不上他那村从农村飞出来的金疙瘩儿子。现在我没有反应，他又问了句：我听我儿子说，你也是农村出生，像你这么漂亮的姑娘，跟他这么一个臭小子图什么？在我们村像你这样外貌条件的，人家不都找城里的有钱人？我儿子虽然各方面条件不错，可我始终觉得他在找个农村出身的，日子艰难。说到最后，他又假惺惺地补充一句：你也别介意，我只是说说而已，谁让我儿子喜欢你呢，是吧？言下之意，不就是嫌弃我耽误他儿子傍富婆吗？等等，傍富婆，我好像知道接下来该怎么做了，随即冷笑一声，跟着附和：那可不，张浩要样貌有样貌，要人才有人才。之前他出差都有不少人主动加他好友呢。可他这个人就是老实。不过阿姨你放心，我家虽然条件也差，但我心里有逼数啊，不像有些人心比天高，命比纸薄，一点逼数也没有。张妈妈被我气到了，当即拉下脸：你说什么话呢？人话听不懂就算了。接着拿出手机拨了一串号码走出去。不好意思，接个电话。电话拨出去，我才反应过来，我拨的居然是发小的号码。看着富明2个字，我内心猛地一阵刺痛。那个总是疼我宠我，处处为我着想，上辈子在我葬礼上哭成狗的男人，正思索着，电话那头已经接通。好听的声音带着淡淡的惊喜，大忙人终于想起来给我打电话了。我寒暄2句，干脆下了楼，一边在小区里转，一边把身边发生的事跟他说了一遍。我知道这种事没办法跟父母倾诉，他是我唯一值得信赖的人了。听完后，他语气立马变得急促起来：你在哪？我去接你。我已经淡定很多了，想要离开他并不是难事，最重要的是上辈子经历那么多，在他们家受了那么多罪，我通通都要加倍奉还回去。于是我沉默了一下，然后开口：如果说我还不想离开这里，想报复他呢？富明，你会不会觉得我是个坏女人？他在电话那头轻笑了一下，嗓音异常温和：瞎想什么呢？在我眼里心里，你永远都是最好的。有什么需要我帮助的吗？尽管开口。我微微眯着眼睛，看着前面的大楼。有，知道你现在正帮家里打理生意，接触的人也多，能不能帮我找一个合适的人，装作富婆，好好的教训一下他？他几乎没有任何犹豫地答应了我。好，我打听打听，等我消息，不会太久。刚好我这几天出差，能不能？能。这一次我不再选择逃避。想约我，电话联系。快速挂断电话以后，我一颗心也跟着忍不住砰砰乱跳。其实上辈子我就怀疑富明喜欢我，可我被张浩的花言巧语迷了眼。
再加上介意富明比我小，即便有过心动，也只是拿他当弟弟看待。殊不知，一步错步步错。其实我家条件还不错，也并非农村出身，只不过因为张浩家里穷，怕他自卑，所以也撒谎自己是农村出身。上辈子直到结婚后，我才告诉他真正的家庭情况。可我到底还是错了。一个人骨子里坏透了，把自己的家底暴露于前，只会招来更大的危机，换来的是他变本加厉的迫害，最后将我啃得连骨头渣都不剩。富明的速度很快，不过短短1个小时就又给我打来电话，人已经找到了。我现在需要的是张浩的喜好以及他的行踪，其他的交给我来办，你只需要等好消息。好，我等一下就把这些发给你。富明在电话那头痴痴地笑了一声，有没有什么奖励？我一愣，没反应过来。什么？富明再次开口。算了，还是等任务顺利完成再说，因为还在出租屋，张妈妈也在身边，所以我并没有跟富明聊太多，简单的说了2句便把电话挂了。当然了，期间张妈妈并没少指使我，但没关系，我会装傻充愣听而不见。闲下来就给张浩打电话，催了没2次，张浩那边已经不耐烦了，跟他爸爸付了房租，风风火火地赶了回来。只是事情进展的比我想象当中还要快，我很快就看到张浩频繁在手机上骚聊，这一点不用去验证。单从他笑到嘴角快咧到耳根来看，已经确定无疑了。但我还是佯装关心地问了句：“跟谁聊呢？怎么这么开心？”眼看我靠近，张浩立马把手机收了起来。没谁，也就是一个客户。接着又开始转移话题：“你不是说要搬到朋友那里住吗？跟朋友说好什么时候搬过去了吗？”我懒得继续掰扯，干脆接下话茬。他说那边方便，随便什么时候都可以。他脸上一阵轻松，那就好。我的意思是，你搬过去离公司近，早上就可以多睡会了。张浩等房租到期再搬过去，而我则在当天下午就离开了。东西不多，一个行李箱装衣服，其他化妆品之类的，一个小背包，2个手提包也就足够了。临走的时候，张浩要送我，被我委婉拒绝，不用送了，也没多远，我打个车也就过去了。再说了，叔叔阿姨还在家，你还是多照顾着他们点吧。张浩乐得我这样做，立马答应了，把我送上出租车，已经迫不及待地拿着手机聊天。坐上出租车的一刹那，富明那边也发来消息，上钩了。我回了一个谢谢的表情包，把手机装进口袋，跟司机说了地址。其实并没有什么合租的好友，我搬的是我爸妈给我在这座城市买的房子，一套2室小商品房。现在看来，爸爸妈妈的决定永远是正确的。上辈子他们也主张，哪怕婚后有了新房子，这套房子也在我的名下。他说我家离得远，陌生城市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家，不大，温馨就行。因为这几年一直闲置，所以里面除了些灰尘，还算干净。来之前，我就在网上叫了家政阿姨，里里外外打扫了一遍。这个时候拎包住进去，安静而又惬意，或许是终于能够摆脱那个魔爪。躺在床上，我比任何时候都要舒心，甚至萌生了出去买点菜回来做的冲动。一旦有了这个念头，我便按捺不住了，立马给富明发去消息，在哪儿？对方立马打来电话，在安城。安城不就是我现在在的城市吗？我一听，心血来潮地问了句：“我搬进我妈他们给我买的房子了，等下出去买点菜，要不要一起喝2杯？”他的语气夹杂着笑意，温暖而又熟悉。庆祝？好，等我。5分钟，说的5分钟，
门铃很快就被按响了。刚打来，一股淡淡的沐浴露香味夹杂着微风吹了进来，即便穿着略显臃肿的羽绒服，也没办法遮挡住他的帅气。我有片刻失神，连忙把人迎了进去。外面冷，先进来坐坐吧，我给你倒杯热水。他拦住我的去路，反而盯着我问：分手了？虽然我也不算矮，可他1米88的身高，还是给我一种侵略性的压迫感。我不去看他的眼睛，呼吸里却全是他身上淡淡的好闻味道。还不完全是，他轻飘飘带了一句：既然如此，那我就再等等。或许是上辈子太压抑，我脱口而出地问：为什么要等等，而不是现在？他一愣，看着我，眼神里闪现着不可思议。真的？真的？怎么不愿意？还是说你已经有女朋友了？好吧，既然有了，我只能去找别人。一番话说完，连我自己都惊叹自己的胆量，更是羞涩到开始扒通讯录，好似真的要从里面再扒一个出来。付明的手快速附在手机屏幕上，由于手指修长，连带我的手腕也一并捏住，接着一用力，我整个人被他拽进怀里。我愿意，我是说，我愿意。四目相对，那双熟悉而情动的眼神，仿佛穿过上辈子，和现在重叠在一起。他也静静地看着我，缓缓靠近，在即将触碰到我的唇时，小心翼翼地问了句：可以吗？话音刚落，我已经踮起脚尖，主动吻住了他的唇，气息环绕，空气也在这一刻变得炙热起来，眼看快要完脱，我及时刹住车。付明，我稳住心神，用手抵着他的胸口，将脸别开。约了你一起吃饭，菜还没有买，要不先一起买菜吧。我和他是青梅竹马，从小他就喜欢跟在我身后，甚至连我都忘了，到底是什么时候，他开始抗拒我喊他臭弟弟，总是以一副哥哥的模样自居。那时候我还以为他讨厌我，暗示喜欢也不过是小孩子的报复心理。直到死后，听到他一遍又一遍抚摸我的墓碑，询问：你总嫌我比你小，不够成熟，可我早就成熟了，不敢面对的是你才对，所以先等等我，再等等我，等下辈子我先投胎，做一个比你大、比你成熟的男人。我们开始我们的故事好不好？这天除了接吻和拥抱，我们并没有逾越一步，因为是两世，即便吃完晚饭喝了点小酒，也只是跟着旋律跳了支舞。次日一大早，等我再醒来，他已经做好早餐，留下字条离开。看着洋洋洒洒好看的字迹，再想起昨晚上他动情的眉眼，心里又泛起酸涩的感觉。如果上辈子没有选错人，是不是就不会发生那些悲剧？张浩比我想象中还要急不可耐，以为傍到富婆的他，兴奋的表情都管理不住了。正常上班后，我借口去看叔叔阿姨，实则去看进展，真切地感觉到了张浩对我的冷淡逐渐演变成不耐烦。多次街口探望没有见到他，一发消息就是加班。最好笑的是，无意中从他父母的口中得知，张浩不但花光了积蓄，甚至还办了好几张信用卡。直到付明再次发来消息，提示我可以进一步行动了，我再次主动出击。这一次同样借口探望他父母，没有看到他人，立马打电话催。然而才刚响2声便被挂断，一连3次都是如此，到最后提示的是占线。很好，我被他拉黑了，但我要的就是这个结果。果然，等他回来后，已然一副气急败坏的模样，张口便开始责备我：刘欣欣，都说了我在加班，你是不是故意的？我有些好笑地看着他问：你确定是在加班？见我这么问，躺在床上的婆婆开始帮腔。我说：欣欣，
你怎么跟张浩说话的？你们俩还没结婚你就什么都管，要是结了婚那还得了？我笑着反问他，阿姨说的对，还没结婚你就拿我当牛当马的使唤，要是结婚，指不定被您怎么搓磨。张浩立马暴跳如雷，刘欣欣，你是怎么跟我妈说话的？身为儿媳妇，伺候公婆是你应该做的事，别以为我不知道。我不在家的时候，你就没有好好对待过我爸妈。像你这样表里不一的女人，我看我们不适合在一起，分手吧。张浩这种贱骨头，我比谁都清楚。如果不是他主动提出分手，恐怕也得剥我一层皮。我假装不可思议地看着他，震惊、愤怒演绎得淋漓尽致。分手？我们俩相识相恋几年了，你说分就分？张浩满眼厌恶地看着我。事到如今，我也不怕告诉你，我重新认识了一个女孩，无论是长相还是家庭条件，都比你好几百倍。换作是你，你会选择哪个？如果你还有点脸，咱们就好聚好散，回头还能当朋友。你要是死皮赖脸，别怪我不客气。我依旧一脸惊讶地看向张父张母，问：叔叔阿姨，你们也是这么想的？张妈妈当即表示：这还用问？我们当然站我们儿子这边，又不是青春期的小孩子，感情能当饭吃。况且你们谈了这么久，早就没感情了。人家女孩长得漂亮，条件又好，换谁都会选择另外一个。我早就跟你说过，要趁着年轻，找个条件好的，不耽搁你也不耽误我家张浩。闻言，我又抹了一把泪。好得很，本性暴露了是吧？嫌弃我家条件不好，所以你儿子是傍上富婆了对吧？张浩也不装了，语气更加恶劣。是又怎么样？反正我是受够你了，在一起整整2年，换谁不腻味。你最好以后别来纠缠我，否则的话，我有的是办法让你身败名裂。滚！现在就给我滚出去！他一边说，一边把我往外推，直到把我推出去，又重重摔上门才算罢休。做戏做全，我站在门口，用带着哭腔的声音喊：张浩，你开门，你开门！你这么做对得起我吗？然而换来的却是张浩暴躁的一个滚字。我知道这场戏演完了，擦干眼泪，保存好录音，接着背起包包，给付明回复了一句任务完成，而后潇洒地走进楼梯。这辈子我务必要打一个漂亮的翻身仗。这件事之后，聊天软件里的张浩我没删，他也没有删除我的，大概是觉得分了手，他再无忌惮，朋友圈发的全都是和那个女生的合照。锥子脸，欧式大双眼皮，高鼻梁，标准的整容脸。两人一起去各种高档场所秀恩爱，连我都不得不感慨，张浩为了傍上富婆，还真的是舍得下血本。直到有一次我不小心手滑点了个赞又取消，张浩的消息立马发过来了：怎么样，人家是不是哪里都比你优秀？标准的白富美，爸爸妈妈在魔都做生意，公司都是上市的。至于他，在国外留学，人美温柔还放得开，不像你，这么多年虽说住在一起，连碰都不让我碰一下。放心吧，等我以后攀上高枝，说不定从牙齿缝里扣除1点，包养你。我回复了一个滚字，然后截下聊天记录保存，直接拉黑。做完这一切，我把这边的战果分享给付明，付明也跟我分享他那边的消息。原来张浩被对方哄得团团转，不仅拿出所有积蓄哄这位白富美，甚至信用卡都刷爆了。最后又补充一句：放心，听说这位很专业，你就等着继续看好戏吧。说是等着看好戏，结果不出3天，张浩的电话打来了。被我拒接以后，他又接二连三打来电话，接通以后，
张浩开始道歉求复合，欣欣，我错了，我们重新开始好不好？那个贱人就是个骗子，假白富美，骗了我的感情还骗钱，我爸都被他气到中风偏瘫。欣欣，我到现在才知道，原来你才是最好的。我知道你心里还有我，对不对？电话那头的语气卑微，和之前小人得志的嘴脸形成鲜明对比。我很不客气地反问回去：张浩，你有没有觉得你现在的嘴脸很下贱，很令人恶心？什么求复合，不就是觉得我可以当免费保姆，照顾你爸妈？听好了，像你这种垃圾，要多远滚多远！原本还卑微求复合的张浩听了我的话，再次换了副嘴脸。刘欣欣，你等着，我不好过你也别想好过，你就等着身败名裂吧。虽然我知道张浩是个畜生，但还是被他这副嘴脸气到了，来不及回怼回去，手机已经不翼而飞。回头就见原本在厨房做饭的付明已经拿着手机，一脸严肃地对着电话那头开口：有什么就冲我来，我是她男朋友。而后挂断。男朋友？我笑着看他，付明推了推鼻梁上的眼镜，问我：难道不是？见我还是没有反应，继续解释起来：像他那种唯利是图的小人，还是要提防一点。我假装是你男朋友，对方才会死心。眼看他一本正经的还要再说下去，我感慨一句：我还以为你是想套路我。然后将计就计，看来是我误解了。他赶紧接下话茬：不是误解，是你太聪明，我那点小心思被你看透了。欣欣，你愿意做我的女朋友吗？我几乎没有丝毫犹豫地回复他：我愿意。其实上辈子得知我和张浩结婚后，付明就心灰意冷地出国了。再见面已经是我的葬礼上，好在这辈子一切都不算晚。就这样，我和付明恋爱了，跟他回去见爸爸妈妈，并且把我俩的事情告诉他们的时候，爸妈惊讶之余更多的是惊喜。其实双方长辈一直都很看好我们，只是上辈子的我一直在逃避，终究错过了彼此。这辈子我会牢牢抓住他的手，再也不要放开。只是令我没有想到的是，张浩求复合未果，居然在社交平台开启了直播。直播他是如何一边上班一边照顾瘫痪的双亲。视频发出去没多久，迅速火爆全网，不少网友觉得他很不容易，甚至将他奉为大孝子。而他也乐此不疲，每天都直播，以及发视频自己照顾父母的点点滴滴，甚至为了流量，进一步造我黄谣，跟网友说我嫌贫爱富，私生活混乱，跟他交往的时候就劈腿别的男人。等我得知这个消息的时候，我的手机号码连带社交账号也已经被他曝光出去，不少人私信骂我，说我是贱女人，当代潘金莲。我本就从泥潭中走出来，又何惧这些流言蜚语？等事情闹到顶峰的时候，我反手把他如何劈腿、如何恶言相向的录音抛了出去。除此之外，还有他微信上对我冷嘲热讽的截图，连带打电话的威胁，通通曝光在网友面前。可以说，从下这盘棋开始，我就在等待这一刻。付明动用资本的力量买流量，将我曝光出去的一切尽可能加大力度曝光。谁都没有料到事情会有这样的反转，网友们更是吃了惊天大瓜。张浩的账号被封，网友们一致倒戈，网暴对象也变成了张浩，而我则成了最大的受害者。伴随着张浩劈腿、傍富婆、造黄谣的事件曝光，有细心的网友揭发了他照顾瘫痪双亲的内幕。原来他父母瘫痪是真，但他尽心尽力照顾是假。每天也就直播那1-2个小时，对自己的亲生父母耐心温柔，关掉直播非打则骂。
甚至有人偷偷录到张浩指着瘫痪在床上的双亲，什么恶毒言辞都说出来了。比如说，你们怎么不去死？知不知道看到你们我就恶心，有你们这样的父母是我最大的累赘。更过分的时候还用枕头，差点把父母捂死。看到这些视频，我忍不住浑身颤抖。我想到上辈子的悲惨遭遇，那时候我因为太累，不小心从楼上摔下去。张浩看到之后，原本是想把我送进医院，可渐渐的他变得十分冷静，把我抱上楼，重新推了下去。事后我才知道，他早就给我买了保险，只是这一摔我并没有死，而是造成了高位截瘫。他也开直播赚钱，甚至害怕我说出真相，把我的舌头捣烂，每天恶言相向，对我非打即骂。最终他赚得盆满钵满，而我被他骗光家产，在悲惨和绝望中死去。张浩人渣本性暴露之后，不少人又开始扒我的信息，中产阶级的家庭条件也暴露了。至于和傅明青梅竹马、终成眷属的爱情故事，也被网友们广为流传。我们如胶似漆，反倒是张浩被我以诽谤的名义，用一封律师函告上法庭。这件事闹得这么大，他也因此丢了工作。除了要赔偿我一笔费用外，直播赚取的打赏也被要求尽数退还回去。可他依旧不死心，重新开直播，想败坏我的名声，割韭菜，让他到底低估了网友们。因为他每开直播不到1分钟，就被人举报封号。再后来怎么样，我也不知道了。直到3个月后，朋友提起一句：“你还记得张浩吗？”我不想提起那个人渣。好在不等我回答，朋友又说他现在过得挺惨的，父母瘫痪，又没有收入，还欠了一屁股债。听说在城市混不下去，带着父母回老家了。但这还不算完，回到老家没多久，他爸妈就死了。邻居觉得这是蹊跷，打电话报警，没想到老两口真的是被他杀的。说老两口死的时候，身上长满了褥疮，家里也臭死了。现在人被抓进监狱，判了死刑，这也算是恶有恶报了吧。正是恋爱的半年后，我才跟傅明一起正式见了叔叔阿姨。虽然我知道他们也很喜欢我，但真正到了这一步，还是会紧张。只是我没有想到，见面后叔叔阿姨居然提起我们的婚事，而我们也在双方家长的推波助澜下定下婚期。这天夜里，傅明将我抵在墙上，好看的眸紧紧地盯着我，问：“告诉我，你是不是也一样蓄谋已久？”看着眼前的男人，回想昔日的种种，那时候的青涩，那时候的暧昧，不正是友情以上，恋人未满吗？如今不过是2个人都往前迈了一步，达到了幸福的起点。我踮起脚尖，主动吻了吻他的唇，说：“是啊，早就对你蓄谋已久，傻。”他笑笑，又低头吻我。昏暗的灯光中，尽情放飞自己，任凭2人的汗水混合在一起。这一次，我们都没有守住底线。半年后，我和傅明如愿成婚。20多年的相识、相知，再到相恋、结婚，恍惚的像一场梦。我很快有了身孕，生下女儿后，妈妈和婆婆照顾孩子，傅明照顾我。女儿4岁那年，我们全家一起去旅游，回眸拐角处看到一对年轻男女，男的25岁左右，女孩看样子年纪相当，此刻正满眼都是温柔地看着男人。至于男人，跟女孩侃侃相谈，但言语间全是大饼。比如结婚后，你就辞职在家吧，我赚钱养家，你负责貌美如花。再比如等以后生了孩子，就让我妈来照顾孩子，她年纪大了，也干不动什么活，帮咱们带带孩子就挺好。保姆哪里有亲奶奶上心？听到这一切的女孩扑进男人怀里，满眼都是幸福和憧憬。
女孩结了婚，辞职在家，不就是当全职免费保姆吗？说什么生完孩子让他妈妈来照顾，又说他妈妈年纪大，找个借口把父母接过来让女方照顾，孝心外包是真，带孩子是假。恍惚间，我仿佛看到了上辈子的自己，只怪自己当初头脑发热，一味的恋爱脑，看不清渣男的花言巧语。好在我被老天眷恋，人生可以重来，找到了真正爱自己，自己也爱的人，不再为别人放弃自己。今天的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，过去终将会过去，但故事已然成故事。您的点赞和订阅就是我更新的动力，期待您给出任何建议。我们下个故事不见不散。